我想不通，为什么小说里那些女主会害怕远离那些有钱有颜又把心都给他们的疯批病娇男主？难道他们不知道训狗文学吗？难道他们不知道离开男主，他们啥也不是吗？所以当我看到保姆女儿急匆匆跑出男主房间后，我二话不说就溜了进去。因为按剧情，女主本该进房间和男主酿，然后开启强制爱戏码，没想到这给我创造了机会。房间里，宋人头脖梗微痒，布满细汗，喉结不停滚动着。忽然，一道娇软甜糯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宋总，您先喝点水吧。”话音刚落，一个粉色水杯就递到了宋人头眼前，那手指纤细修长，骨节分明，视线逐渐往上移，对上一双清亮眼眸。宋人头的心脏砰砰狂跳。“你叫什么名字？”“宋总，我叫沈青青，是您的私人医生。”我浓密的睫毛紧张地颤了颤。只见宋人头扬起的脖梗青筋暴起，白皙的皮肤上全是汗珠。我立刻按住他的肩膀，把粉色水杯里的水喂进他嘴里。宋人头下意识张嘴吞咽，可那凉水入腹，小腹的燥热却烧得更旺了。宋人头死死咬着牙，声音沙哑：“好热。”“你在水里下药了？”我哆哆嗦嗦地回答。“没有，我好像被吓到了。”话音未落，宋人头就一把扣住我，冷眸扫过，一个医生滚出去。其他医生们飞快地投来同情的目光，然后连滚带爬地逃离了包间。我真没在水里放东西啊！我害怕地缩了缩脖子，身体紧绷起来，看着女孩像小兔子一样红着眼睛。宋人头漆黑的眼底闪过一丝笑意，用哄骗的语气问：“沈医生，你一个月工资多少？扣掉五险一金到手5万。”宋人头的心跳快得发疼，他直勾勾地盯着我：“考虑换个工作吗？比如做我的老婆，我的一切都给你。”他接着又说：“我今年27，从没交过女朋友。”我的手撑在他胸口，指尖无意间划过：“真的吗？宋总，那你可要说到做到。”而另一边，重生的女主中西跑得飞快，生怕自己慢了一步，又被宋人头盯上。她打车逃回宋家大宅，凭着记忆冲上主楼2楼最里头的房间，后背紧贴门框，浑身无力地滑落在地。她眼中闪烁着狂喜，这时她发誓绝不再跟宋人头有半点瓜葛，就算宋人头跪下求她，她也懒得多看一眼。谁都别想再阻止她的幸福，拆散她和她的白月光。一想到白月光沐尘，中西就忍不住伤心地流下眼泪。她深吸几口气，拿出手机，眼神坚定地打开微信，可房门却被砰砰敲响。“谁啊？”中西不耐烦地吼了一嗓子：“我是你妈，赶紧给我滚出来！这是你该待的地方吗？”江翠红尖锐的声音传了进来。中西眉头紧锁，猛地起身拉开门，脸色难看地质问：“这就是我的房间，我回自己房间有错吗？你是脑子坏掉了吗？”江翠红瞪着他，像在看一个傻子。“你的房间在佣人住的副楼，这里是主楼。”中西瞬间愣住了。对啊，他已经重生了，回到了还没被宋人头纠缠的时候。他回头扫了一眼，这房间还没被宋人头布置过，可看起来也足足有150平吧。赶紧给我滚回你那狗窝去！江翠红一把揪住中西的耳朵就往外走，中西疼得嗷嗷直叫，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扇门砰的关上，心里莫名涌上一股失落。回到那间佣人房，中西看着简陋的陈设，坐在床上都觉得硌得慌。“你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主人家的地方是你能随便闯的吗？可别因为犯浑把工作给丢了。”江翠红一边数落一边自顾自倒水喝。中西盯着这狭小的房间，心里堵得慌，有点赌气地说：“我现在毕业了，等我赚了钱，就不用你再给别人当保姆了。”江翠红嗤笑一声：“要我说，你还不如跟我一起在宋家当保姆，包吃包住，五险一金扣完还有3万块呢。”中西瞪大双眼，屈辱地嘶吼起来：“妈！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我可是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江翠红冷笑着反问：“现在研究生博士生满地走，你一个本科生算老几？”中西气得浑身发抖，上前一把推开江翠红：“你给我滚出去！我绝不可能跟你一样去做这种伺候人的活。”门外还传来江翠红骂骂咧咧的声音。中西捂着耳朵躺在硬板床上，委屈地掉下一滴眼泪。第二天，我在柔软的大床上悠悠转醒，浑身的酸痛感瞬间席卷而来，让我忍不住哼了一声。下一秒，一只温热的大手抚上我的后腰。“睡醒了。”宋人头的声音沙哑又低沉，我能清晰感到脸颊上滚烫的呼吸。宋人头的手指正轻轻揉捏着我雪白的肩膀。“你住哪儿？”我的身子下意识一颤，声音沙哑的不像自己。“住在公司宿舍。”宿舍。宋人头的眉头皱了起来。“那也太委屈了，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我眨了眨眼，有些害羞的咬了咬唇。“这样真的可以吗？有什么不可以的？”宋人头粗粝的指腹摩挲着我的腰线，眼底猩红一片。“昨晚不是说好了嫁给我，做我的妻子，丈夫和妻子住一起，天经地义。”3个小时后，宋人头瞥了眼昏睡的我，才起身去冲洗。等我再醒来，已经是5个小时后了。看了一圈没见人，我拿起贴身衣物，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看来这个任务目标你很满意啊！”系统冷不丁冒了出来。“我当然满意了。”我掀开被子走进浴室，活好钱多还帅气，哪个女人顶得住？系统似乎被我的话噎住，羞恼地斥责道：“肤浅的女人，别评了，爱意值涨了多少？”系统扫了一眼数据，80%，居然这么高啊！我得意地哼了哼。在门口等了大半天的李克柱，看见我出来时，激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他看清我时，总算明白宋人头为什么会如此特别对待。“沈小姐你好，我是宋总的助理，姓李，您叫我李克柱就行。”我缓缓点头，有些疑惑地问：“请问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宋总让我带您去他的住处，请跟我来吧。”李克柱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去他的住处啊？好呀，不过我得先回去收拾下东西。”“沈小姐，宋总交代了，您直接过去就行，其他的一切我们都会为您安排妥当。”“那好吧。”我眉眼弯弯，跟着李克柱回到了宋家大宅。此刻，中西正跪在地上擦地板，心里不停地吐槽。忽然，一阵开门声让他停下了动作。“谁啊？”中西没好气地回头一看，竟然是李克柱。他顿时一脸惊恐。李克柱来这干嘛？该不会是来找他的吧？他不是躲开了吗？宋人头怎么还阴魂不散啊？“沈小姐，我带您去宋总的卧室。”李克柱边走边介绍。“辛苦你了，李克柱。”我正要上楼，忽然一个人影冲了过来。李克柱眉头
头紧锁，还没来得及开口，钟熙就倔强地瞪着我，冲李特助喊：“你死了这条心吧，我绝不会跟你走，你回去告诉宋人头，我钟熙不稀罕他的钱和爱，这辈子都别想再来招惹我。”李特助吓了一跳，下意识瞟了我一眼，见我脸色微沉，才松了口气，哪来的神经病？就你这种货色，我们宋总瞧都瞧不上。李特助，这位是？我故作好奇地问道。沈小姐，这位应该是新来的保姆吧？李特助上下打量了钟熙两眼，才压低声音对我解释。钟熙这才注意到李特助身后的我，身体猛地一僵，心里莫名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李特助，他是谁？钟熙怒气冲冲地指着我质问。李特助眸色一冷，嘴角勾起一抹傲慢的弧度，直接挡在我面前，皮笑肉不笑地开口：“宋总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保姆插嘴，滚开！”保姆？钟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已经是李特助第2次说他是保姆了。什么保姆？我可是名牌大学的本科生。钟熙眼珠一转，猛地瞪大了眼睛。李特助，你是说宋人头让你把这个女人带回来的？不然呢？李特助嫌恶地皱起眉头。我们宋家什么时候招保姆连素质都不看了？钟熙死死攥紧拳头，陷入了沉默。这不可能，宋人头不是说他永远只爱我一个人的吗？钟熙强忍着泪意，狠狠地剜了我一眼，肯定是这个女人，趁着昨晚勾引了宋人头。李特助，这位保姆的眼神好吓人啊！我纤细的手指掠过耳边的碎发，声音又软又颤，听起来又无助又可怜。李特助也注意到钟熙那要吃人的眼神，顿时火大，也顾不上绅士风度，一把推开他。主人的事轮得到你一个下人管吗？给我滚开！钟熙被推得一个踉跄摔在地上，气得浑身发抖。李特助他怎么敢这么对我？我嘴角噙着笑，眼底却闪着小狐狸般的狡黠。钟熙满腔怒火的抬头，正好撞进我的视线里，四目相对，我笑意盈盈的跟着李特助上了楼，巨大的落差感涌上心头。钟熙愤恨地盯着我的背影，最终咬牙切齿地暗骂着走。沈小姐，这里就是宋总的卧室，您的东西稍后会有人送来，您挑选一下就好。说完，他就离开了。我推开房门，第一感觉就是空旷。卧室足有200平，光那张床就有3米宽，整体都是冷淡的白色调。我在柔软的大床上滚了一圈，不满意的眯起眼，这张大床睡起来可真舒服。宋氏集团内，宋人头打开电脑，随手点了几下，宋家大宅的监控画面就跳了出来。他若有所思地盯着监控里挑选首饰的我，我好像特别喜欢宝石，而且宝石越大，脸上的笑容就越灿烂。我挑的衣服清一色都是白色。宋人头仔细一看，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不是露胳膊，就是露大腿。宋人头啪的一声关掉监控，他得亲自回去给他挑衣服。宋家大宅里，钟熙满脸不甘地站在衣帽间外，还是无法相信宋人头怎么能说变心就变心呢？这些衣服首饰都该是我的，凭什么给别的女人？我不要的东西，别人也休想抢走。钟熙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黑着脸问：“喂，你叫什么名字？”我回头看着这个气急败坏的前女主，嘴角微微一勾：“我叫沈青青，你是不是昨晚爬了宋人头的床？”钟熙满脸嫌恶，用审视的目光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我若有所思地瞟了他一眼，又拿起一条漂亮的裙子在身上比划着，慢悠悠地开口：“不是哦，是宋人头说要娶我当我的丈夫。”什么？不可能！钟熙气得鼻子都歪了，一把抢过我手里的裙子，恶狠狠地骂道：“你知不知道宋人头是什么人？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啪的一声脆响，我一巴掌狠狠甩在钟熙脸上，他的脸瞬间就红肿起来，他捂着脸，眼眶也跟着红了。我妈应该很快就是这宋家的女主人了。听李特助说你是这儿的保姆，我笑意盈盈地撩了下头发，面对钟熙的怒火，脸上的表情都没变，只是眼底泛着冷光。什么时候保姆也能对主人的事指手画脚了？我不是保姆，我妈才是！钟熙大吼着反驳，心里又一次恨上了江翠红。为什么要来当保姆？这种丢人的工作让我在这个女人面前脸都丢尽了。刚回到宋宅的宋人头一上楼，就听见了楼上的吵闹声，他修长的眉毛微微皱起，走到衣帽间门口，就看到一个女人正对着他未来的妻子大吼大叫，他眼神瞬间沉了下来，我一眼就瞧见了他，眼睛亮晶晶的朝宋人头跑去，手里还捏着那枚祖母绿宝石。宋人头，你回来啦！宋人头垂下眼眸，抬手揉了揉我的脑袋，像是安抚一只受惊的小猫，眉宇间的寒冰悄然融化，带着几分笑意将我一把扯进怀里。我惊呼一声，脚下的水晶高跟鞋一歪，整个人踉跄着跌进他坚实的怀抱，耳尖不争气的红透了。钟熙一听见宋人头回来了，头皮顿时发麻，但心底又升起几分高傲。宋人头看到我肯定会像上辈子一样对我死心塌地，但我可不要他，这辈子我只要我的白月光沐尘。钟熙不屑地冷哼一声，慢悠悠地转过身，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头一扬就想从宋人头身边走过去。发生什么事了？宋人头低沉的嗓音在头顶响起，我抬起雾蒙蒙的眼睛，委屈地瘪着嘴。他冲过来踩脏了我的新裙子，还骂我是勾引你的狐狸精。我一时气不过，就动手打了他。哪只手打的？宋人头抓起我的手轻轻揉着，抬眸时眼神里带着一股偏执的狠厉。你叫什么名字？来了。他果然还是问了。钟熙的内心瞬间沸腾，脸上的不屑更浓了。我就知道宋人头爱我爱得要死，只要我一出现，他的眼里就只有我。瞧，这不是来搭讪了吗？钟熙讥讽地瞥了我一眼，嘴角勾起一抹志在必得的笑。我叫钟熙，陈管家，那条裙子什么价？门口的陈管家立即捡起裙子，扫了眼吊牌。宋总，这是唐娜卡兰的限量款，价值97000元。他问这个干嘛？钟熙心头猛地一紧，一股强烈的不安涌了上来。他皱眉怒视着宋人头，难道这是他吸引我注意的新花样？宋人头冷冷地瞥了钟熙一眼，语气不带一丝温度，照价赔偿这条裙子，然后滚蛋，最后给我老婆道歉。宋人头，她不是保姆，她妈妈才是。我贴心地提醒道。钟熙瞬间怒不可遏，宋人头，你什么意思？又想拿我妈妈来威胁我是吗？他转头恶狠狠地瞪着我，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也敢在这儿挑拨离间？我肩膀颤了颤，立马害怕地往宋人头怀里缩了缩。老宋，他好凶啊！陈管家，宋人头安抚性地揉了揉我的头，他
向钟熙的眼神愈发冰冷，被他这么一看，钟熙吓得浑身一哆嗦，紧张的咽了口唾沫。陈管家推了推白框眼镜，脸上挂着标准8颗牙的微笑，一步步朝着钟熙走近。你想干嘛？钟熙吓得连连后退，绝望地向宋人头投去求救的眼神。宋人头却视若无睹地搂着我，低声问道：下午去领证好不好？我笑着点了点头，可以呀。钟熙瞬间头皮发麻，再傻也明白宋人头这是移情别恋了。他内心升腾起一片怒火，这些特殊待遇明明是属于他的，宋人头怎么可以说变就变？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随即又想到了什么，同情地看向我。不对，我该庆幸他换了目标。宋人头就是个变态，这女人肯定是为了钱。等他露出真面目，有这个贱人哭的时候，陈管家一把按住他的手，一脚踹在他后膝盖上，道歉。钟熙猝不及防，双腿一软扑通就跪下了。他满腔怒火就要骂出声，陈管家极有眼力见地扇他一巴掌，掐住他的后颈，把他的头往下按，冷声警告：别让我重复第2遍。钟熙内心的骄傲在这一刻被人狠狠踩在脚底，他屈辱的红了眼，脸颊胀痛，可害怕又挨打，只能咬牙切齿地说：对不起，现在的我只想拉着宋人头挑衣服然后去领证，根本不想在这浪费时间，只是淡淡的对着管家说：带出去处理。陈管家点点头，直接拎着钟熙走出了衣帽间。宋人头松开我，目光看向我微微红肿的唇上，昨晚2人闹得有些狠，不小心咬破了我的嘴唇。我眨了眨眼，被他灼热的视线盯得脸都红了，心里有些迷茫的想，他不会又想做什么坏事吧？宋人头冰凉的指腹轻轻擦过我的唇瓣，嗓音低沉：还疼吗？昨晚他的动作可不算温柔，甚至称得上粗暴，我还是头一回疼的哇大叫。可他就像个变态，我哭得越厉害，他就越兴奋，动作也越发凶狠。我垂下长睫，琉璃似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狡黠的坏笑，然后委屈巴巴地点了点头。宋人头眉头一皱，手臂霸道地揽住我的腰，把我整个人都圈进怀里，他目光沉沉地盯着我，声音低沉暗哑。我知道了，我疑惑地嗯了一声。然后呢，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低头在我唇上啄了一下，神色有些不自然地保证我下次会注意的。我满意地眯起了狐狸眼，用力点点头，拉着宋人头的手就去挑裙子。宋人头，快帮我选条最漂亮的，我们不是要去拍证件照吗？宋人头听话地跟了过来，耐心地为我挑选了一条保守到极致的长裙。我替你换上，才不要这条。我打量着那裙子，这也太保守了吧，穿上就只能露个脑袋了，我才不喜欢。我在衣柜中扫了一圈，直接相中了一条红色吊带短裙，我就要这条。宋人头嘴角的笑意瞬间消失，盯着那块少得可怜的布料，眼神瞬间暗了下来。他摇了摇头，只能在家里穿给我看，言外之意就是不让我穿出去。我本来就长得惹眼，要再穿成这样出去，宋人头用脚趾头都能猜到，很多男人都会盯着我看。我立马不乐意了，抱着他的胳膊开始撒娇。天气这么热，人家就想穿这条吗？宋人头上下打量了那裙子一眼，竟然点头了，确实挺好看。来，我给你换上。我还在发愣呢，撕啦一声，身上的衣服就被他撕了。我吓得往后一缩，却被他一把抓住，动弹不得。结果那条红裙子还是没穿成，我就这么软绵绵的瘫在沙发上，任由宋人头给我换上了白衬衫和格子裙，他自己还是穿着板正的黑色西装，一丝不苟的去领证。刚从民政局出来，我手里的红本本还没捂热呢，就被他一把抽走了。我气得腮帮子都鼓起来了。你干嘛呀？怕你弄丢了，我帮你收着。他睫毛轻轻一颤，宝贝似的把结婚证塞进口袋，那样子活像怕我抢回去。他单手搂着我的肩，带着我走向路边的迈巴赫，声音温柔的能掐出水来。青青，你饿不饿？我摸了摸自己的脸蛋，决定不跟他计较抢证的事了，抱着他的胳膊使劲点头。饿了。宋人头体贴的打开车门，守护在车顶上方，低声说：带你去吃好吃的。我一屁股坐进去，才发现李特助也在。哟，李特助，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姐，我刚到，专门来给您和宋总当司机。李特助后面半句话硬生生憋了回去，生怕宋人头让他当场下岗。我哦了一声，刚一转头就撞上宋人头那冰冷的眼神，死死盯着李特助的后脑勺，简直要烧出个洞来。李特助吓得咽了口唾沫，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宋总，咱们去哪儿？水云阁。宋人头眼睑一呆，那可是 A 市顶级会所，最低消费50万，能进去的非富即贵，而且隐私性一绝，不少大佬都爱来这儿找刺激。宋人头的专属包厢从没带外人来过，我可是头一个。我正好奇的东张西望，就看见远处一个金毛正抱着个辣妹在门口激吻，手还不老实的开始脱衣服。我惊得捂住了嘴，哇塞，这么刺激的吗？宋人头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也瞧见了那对腻歪的男女，特别是那个金毛，看着白斩鸡似的，手都摸上皮带了。他脸瞬间黑了，一把捂住我的眼睛，就把我拖进了包厢。这有什么好看的？我扒开他的手，笑嘻嘻的坐下。人家就是好奇吗？他们也太大胆了吧！宋人头冷笑一声，眼神阴森森的锁定我。我知道他那股劲儿又上来了，你再多说一句试试。我赶紧东张西望，立马转移话题。宋人头，我肚子好饿啊！他睫毛动了动，看我没再提那个金毛，紧锁的眉头才松开，冷着脸说：再等等，这里的东西都是现杀现做，保证新鲜。宋人头眯起那双狭长的眸子，眼底的疯狂和狠戾一闪而过，但对着我时又温柔的勾起唇角。青青，你乖乖在这，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我乖巧地点点头，你可要快点回来呀。宋人头应了一声就出了门，走到隔壁，听着那不堪入耳的声音，抬脚就狠狠踹了上去，里面瞬间安静，紧接着传来一声怒吼：谁呀？那女人吓得嘴角一抽，赶紧捂住脸，心想该不会是正牌男友杀上门了吧。等了半天外面都没动静，女人这才松了口气。包厢里我闲得发慌，只能无聊地卷着自己的头发玩。我眯眼看向窗外，外面是一大片湿地和清泉，黑天鹅和白天鹅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景色真不错，看得我心里痒痒的。青青在看什么呢？宋人头推门进来，脸上的冰冷散去了几分，不再那么拒人千里。我随手往外一指，含糊不清的嘟囔：风景挺好的。宋人头顺着我的手看了一圈，这才收回目光，坐到我身边。菜一道道送上来，我全程都不用动手，他会帮我夹菜剥虾挑鱼刺，还会把汤吹凉了再喂我。我舒服的眯着眼撑着下巴，
越发觉得宋人头这人真不错，除了占有欲强了点，但起码他现在还愿意在我面前装个正常人。我撑着下巴甜甜的看着他，心想那个女主真是瞎了眼，竟然会讨厌他。不过没关系，现在我才是女主，宋人头是我的。这么想着，我懒洋洋的靠过去，随心所欲的把腿搭在他腿上，又指了指桌上的菜，我还要吃那个。宋人头挑鱼刺的手指一顿，下意识的垂眼看我，怎么了吗？我捏起他刚剥好的虾仁，直接塞进了他的嘴里。宋人头愣愣的吃下，轻轻摇了摇头，目光垂下，落在我搭在他腿上的白皙长腿上，细细瘦瘦的，还一晃一晃的勾着他，砰砰砰。罗希言觉得自己的心跳快得要炸开，一股疯狂的喜悦瞬间填满了整个胸腔。青青肯定很爱他，他可比父亲强太多了。母亲到死都不爱父亲，每次见面都破口大骂，可父亲从不还口，反倒是他每次都把母亲气哭，所以母亲最讨厌父亲，也最讨厌他。不过没关系，反正母亲是父亲的，会一直陪着父亲。宋人头嘴角上扬，青青也是他的，也会一直陪着他。他眼里的笑意越来越浓，指腹温柔地擦过我的嘴角，没事。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眼底病态的痴狂，默默地扒了一大口饭压惊。此时别墅大厅内，女主中西看着还在苦苦哀求陈管家的江翠红，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妈，我们走，不就是个保姆吗？有啥稀罕的？等我以后赚大钱了，我直接请个保姆天天伺候你。陈管家听见这话，脸上的笑容愈发真诚，他直接将行李扔了出去。江翠红，你女儿说的对，一个保姆工作而已，犯不着在这丢人现眼。说完，陈管家头也不回的走了，背影全是对女主无知的嘲讽。为了个二愣子放弃1月10几万的活，真可悲。江翠红气得直冒火，她回头看着地上的行李和一脸傲慢的中西，火气更大了，冲过去揪住中西的耳朵就开骂：你个惹祸精，让你帮我干点活，你倒好，直接把我的工作都给搅黄了，还赔了10万块，你当老娘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江翠红气得两眼发黑，真想一脚踹死中西，而中西却委屈的不行，那裙子本来就是她的，只是被那个贱人抢走，她一时生气就丢在地上踩了2脚，想不到上一世宠她入骨的宋人头，这辈子竟让她赔钱。宋人头不就是想借此逼她认错吗？还找个女人故意气她，她才不会上当，这辈子她只要她的初恋沐尘。中西恼怒的哼了声，我一个刚毕业的穷学生，哪有钱赔？不就10万块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中西现在只觉得他妈就是眼皮子太浅，想当初他随便进个大厂，月薪都是100万起步，等他找到工作，别说10万，100万都随便给他妈花。妈，给我3万块！中西直接朝江翠红伸手，他要去找他的白月光沐尘。江翠红气得太阳穴直跳，3万，你真敢开口？我1分钱都没有，连住的地方都没了，你快给我滚去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中西莫名其妙的看着他妈，钱都在你手里，你别跟我在这装穷。江翠红一拍大腿，眼泪都快急出来了。你说你惹那个宋总干嘛？10万块的裙子你就这么给踩了？江翠红心疼的拿出那条裙子，看着上面的黑脚印，眼泪直打转，琢磨着这用洗衣粉搓搓，看看二手还能不能卖出去个5、6万，回点本也是好的。中西眼珠子一转，正好要去见沐尘没衣服穿，他一把抢过裙子，妈，反正钱都赔了，这裙子就是我们的，那我今天穿，别浪费，快点给我钱，我还有正事呢。江翠红气的眼皮狂跳，穿，你配穿吗？这裙子我还要拿去卖钱呢，卖什么卖呀？中西彻底不耐烦了，一脸烦躁，赶紧把钱给我，磨磨唧唧的干什么？江翠红恨不得这个脑残不是她女儿，我辛辛苦苦拉扯你这么大，1年学费10几万，每个月生活费5000，哪样少了你的？这些话中西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他不耐烦的掏了掏耳朵，你不是刚拿到钱吗？我就要3万而已，你至于吗？看你这表情，难道是嫌3万太少了？江翠红气得快原地爆炸，可中西却懒得理他，直接动手翻行李，从一个破钱包里抽出厚一沓钱，还嫌弃的捏了捏鼻子，妈，我真有急事，你先找个好点的房子住下，等我办完事就回来。放心吧，我名牌大学毕业的，月入100万不是梦，到时候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别再烦我了，不然我真生气了。江翠红见他二话不说就拿走钱，急了眼想要把钱抢回来，却被中西一把粗鲁的推倒在地。中西冷漠的看了他一眼，转身就跑。江翠红重重摔在地上，疼得哎呦直叫，尾巴骨都快碎了。他还指望女儿能扶他一把，结果一眨眼功夫，中西就跑得没影了。造孽啊！我就知道那个畜生的种没一个好东西。江翠红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含辛茹苦，换来这么个白眼狼，顿时捂着脸嚎啕大哭。中西拿着钱，马不停蹄地赶去见沐尘。沐尘是他的大学同学，最近刚面试进了宋氏集团，虽然还是实习生，但起薪不错，还包吃包住，但6险2金。他刚走出公司大门，就看见了中西，心脏咯噔一跳，左右看了几眼，确定没被人注意到后，急忙过去将中西拉到一旁。西西，你怎么来了？中西激动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一把将沐尘紧紧抱住。沐尘，你最近怎么都不联系我？沐尘吓了一跳，慌忙扫了眼四周，见没人注意，才松了口气，温声安抚道：西西，你也知道，我奶奶最近病得厉害，我下了班还得去打零工赚钱，所以才没顾上你。沐尘，你怎么瘦了这么多？中西看着他眼下的乌青，心疼的不行，拉着他的手就要去吃大餐。沐尘一把拽住他，眉眼间有几分忐忑，心底暗骂道：这女人跑来公司找他干嘛？万一被同事看到多麻烦。他强压下心里的不耐，闷声开口：你的钱来的也不容易，还是回家我给你下碗面吃吧。中西顿时感动的不行，好，我就喜欢吃你做的鸡蛋面。说着，他把刚从他妈那拿的钱全塞给了沐尘。沐尘，你快拿去给奶奶看病。沐尘看着那沓钱，眼中一喜，却还是假意推辞。西西，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花你的钱？我的就是你的，你拿去给奶奶治病就好了。中西红着脸，小声嘀咕：再说了，以后我们结了婚，你的奶奶不就是我的奶奶吗？西西，谢谢你。沐尘这才爽快的收下钱，低头在他唇上啄了一下。眼看着下班的人越来越多，沐尘赶紧拉着中西的手，带着他打车离开了公司。两人回到了他租的房子，一个40来平的单
单身公寓，月租金却高达3500，沐晨也是为了上班方便才咬着牙租下了这里。实际上他奶奶就住在城西的老破小里，他1个月才去看一次，给个500块生活费。至于什么病重，全是骗中西的鬼话。西西，我给你煎了2个爱心蛋哦。沐晨把面端到中西面前，得意地指着那2个心形的煎蛋。中西瞬间感动得热泪盈眶。天色渐晚，沐晨开始打量起眼前的女人。她长相虽不惊艳，却有种小家碧玉的清纯感，身材纤瘦，唯独那双大长腿格外吸睛。沐晨可是个十足的腿控，他直勾勾地盯着那双腿，一把将中西抱入怀中。西西，今晚别走了，留下来陪我吧。中西顿时小脸爆红，任由他的手在自己身上游走。他本想推开，可转念一想，和沐晨修成正果，不正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吗？他深吸一口气，索性主动环住他的脖子，踮起脚尖吻了上去。与此同时，一座阴森华丽的别墅里，笼中的女人猛然惊醒，吓得直接滚到了床底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她死死地盯着门口的方向。阿云又不听话了，地上那么凉，生病了可怎么办？男人低沉的笑声响起，随手打开了璀璨的水晶吊灯。身穿白睡裙的她躲在床底瑟瑟发抖，眼泪不停地掉。快出来，想我了没有？男人打开笼子，然后蹲下身，用白皙的手抓住了她纤细的脚踝，硬生生把她拖了出来。阿云，我好想你，宋云霄，你去死！阿云凄厉地哭喊着，隐约的哭声将我吵醒。我穿着一袭白色的睡裙，不知不觉走到了别墅的边缘。我疑惑地歪了歪头，在脑海里默默问系统，难道这就是宋人头的父母吗？没错，宋人头完美继承了他爹的疯批基因，加上从小洗脑，父子俩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当然，宋人头稍微理智点，他爸婚前还是个正常人，婚后对沈竹云的病娇属性才彻底爆发。看见沈竹云跟前未婚夫藕断丝连，他便打造金龙将人囚禁，日夜折磨，还给宋人头灌输一种思想：哎，要么得到，要么毁掉。他哭得好惨哦。我作为一只涉世未深的小狐狸，听到里面撕心裂肺的哭，有些动容。我劝你一句，最好别多管闲事。沈竹云落的这个下场，也是他自己出轨初恋在先，宋云霄这才不肯放过他。我一时竟哑口无言，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而里头的哭喊声却一声比一声凄厉。突然，我只觉后颈一凉，一只冰冷的手便猛地箍住我的腰，将我死死按在树上。紧接着，冰冷的唇便附了上来，带着惩罚式的撕咬，直到血腥味在唇齿间弥漫。宋人头狠狠掐住我的下巴，那双漆黑的眸子满是刺骨的寒意。青青，大半夜不睡觉，跑这儿来做什么？我小声地说，我听到有人在哭，所以过来看看。我眨着无辜的大眼睛，声音里满是委屈。宋人头，里面是谁啊？他却俯身咬住我的耳垂，用修罗般幽暗的嗓音宣告：里面啊，是我的父亲。我心头猛地一跳，万万没想到宋人头居然会如此坦然地承认。我没骨气地舔了舔唇，反而顺势圈住他的脖子，声音又软又媚：那里面的小姑娘就是妈妈喽，对不对呀？老公，老公。宋人头正愣住，猩红的眼直勾勾地盯着我，似乎是感到口干舌燥，喉结也在缓慢地滚动着，呼吸越来越急促，内心惊诧又兴奋。她叫她老公？不对，他们已经领证了，是名正言顺的夫妻。青青叫她老公再正常不过。宋人头轻轻咬住我的唇瓣，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的手不经意地握住了我娇嫩的脖颈。在这一刹那，我也感受到一丝异样的刺激，耳畔还有女人似痛苦似欢愉的哭泣声。我舔了舔唇瓣，漂亮的狐狸眼闪烁着无辜纯真的光芒。老公，你要继续跟我在这里听爸妈的墙角吗？宋人头幽暗的目光顿了下，臂膀稳健用力搂住了我的小腰。老婆，丝丝柔柔钻入耳廓，我耳朵似乎都酥麻了一下，双脚踩在宋人头的脚背上，随后微微用力，2条修长的腿缠上了他精瘦的腰肢。我带你回房间。宋人头嗓音幽暗低哑，低下头，细细麻麻的吻落在我的脸上。我笑吟吟的，娇媚的狐狸眼深深的看了眼黑暗的别墅。忽地，灯亮了，我眼睛微眯，依稀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穿着一丝不苟的黑色西装，看不太清面庞，只清晰的跟一双冰冷锋利的侠眸对视上，眸内带着深深的警告，周身散发的气息恐怖如斯，令人不禁毛骨悚然。我好奇的睁大眼睛，多看了宋云霄2眼，觉得还是宋人头更合我的心意。宋人头虽然是个病娇男鬼属性的男主，但他温柔体贴细心，目前还会乖乖的在我面前伪装成正常人。我喜欢这样的宋人头。翌日上午，白色整洁的大床上，我缩在被窝里，浑身无力酸痛。明明是2个人鬼混，但宋人头的精力似乎特别好，将近凌晨6点才睡，7点半就起来去公司了。难怪宋人头能当男主呢。是我的话，就请病假了。我把盖在脸上的被子往下扯，露出娇嫩精致的小脸。我拿出手机一看，微信有180多条信息，其中178条是宋人头发的。我狐狸眼微微眯，点进去一看，全部都是问我醒了吗？饿了吗？起来了吗？关心之类的话。我回复了一句刚睡醒，再发了一个乖巧做好的表情包。随后点进另一个人的微信，今晚同学聚会，你来吗？许乔峰也来。许乔峰，我抱着膝盖认真想了想，原剧情里许乔峰是个街头混子，高2那年对原主一见钟情，开启了猛烈的追求，但原主只想好好念书，于是直言拒绝了许乔峰。有句古话说得好，当一个人拥有美貌却没有能力自我保护，美貌就是原罪。原主相貌出色，早就被家里附近的混混惦记上。再一次夜归时，混混堵住了原主的路，想要欺负他。喝了酒的许乔峰挺身而出，原主一直在竭力阻止，但许乔峰酒劲上头，竟然操起酒瓶就砸碎了一个混混的脑袋。后续就是路人报了警，混混成了植物人，许乔峰家里没钱赔，判了7年的有期徒刑。我看了眼日期，按照时间线，许乔峰刚出狱。我想了想，回复甜蜜去，甜蜜立马发了位置过来。我深深叹了口气，这种事情还真是理不清。作为一只品行兼优的小狐狸，虽然原主是主动放弃生命让我占有这具身体，但只要许乔峰的要求不过分，我会尽可能的补偿他。叮咚。而另一边正在开会的宋人头紧张地点开消息，然后就只看到回复的一条：刚睡醒。宋人头脸色一僵，陡然，高层们刚松懈下的心脏又提到嗓子眼，呼吸都放轻了几分。宋人头抿了抿唇瓣，回复了一句：身体不舒服，1分钟。
2分钟、3分钟，眼看着半小时过去，我还是没回复他。宋人头漆黑的眸中倒映出遮天蔽日的黑气，神色越发的阴冷起来，周身的低气压令人毛骨悚然。今天的会议也差不多了，他直接宣布了一句会议结束，随后坐起，迈着修长的腿就进入了办公室，打开电脑，立即调出宋宅的监控，直到看到正在挑选衣服的我，他内心疯狂阴郁的想法才逐渐被理智压住。原来老婆是在挑衣服，老婆怎么穿了条露腰的裙子？老婆这是要去哪？宋人头脸色骤变，立马给我拨打了电话，我设置了免打扰，没听见。宋人头唇瓣抿了又抿，死死盯着监控画面里的我已经出门，微凉的指尖落在桌面上，神色阴鸷，挂断电话，直接出了办公室。